他实在想不出蓝忘机照顾魏无羡的场景。就算那魏无羡现在是个人事儿不懂的奶团子，但那也是魏无羡啊。他一直觉得这两人简直就是命中犯克，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这两个人这辈子都合不来，将就到他们求学完事儿滚蛋，也算难为蓝忘机了。可蓝忘机那时又是个什么反应？看到那奶团子手上的伤口，瞬间就不淡定了。江澄想不通，他蓝二公子初次练剑都不摔的吗？那伤看上去是严重了点，但在修仙人看来根本不算事儿好吗？魏无羡那小子命硬又皮实，说不定不管他，他自己也好了。但当时蓝曦臣保票打了一大堆，无外乎是忘机真的会好好照顾魏无羡，忘机真的能照顾好魏无羡，忘机照顾魏无羡绝对比你江澄照顾魏无羡靠谱。好吧，江澄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确拿那个一凶就要哭出来的小团子没辙。鬼知道魏无羡是怎么长的，明明长大后又嘚瑟又不要脸，怎么小时候跟个糯米团子似的？但就算他不会哄那只糯米团子，也不能就这么把人扔给蓝忘机了吧？他可不觉得蓝忘机那个性格真的会哄魏无羡，恐怕那小团子嗓子哭哑了，那蓝忘机都憋不出一句话来。还有，也不知道魏无羡能不能变回来。虽然小时候的魏无羡的确乖巧又可以随意揉捏，但他还是习惯那个不要脸的，纠结，还是纠结。聂怀桑看着一脸要杀人的江澄，提议道：“江兄，要不你先给江宗主写个信告诉一声吧。”江澄闷闷地摊开纸，半天不知道怎么写，又纠结了半天，凭退了一种狐朋友狗的支招，磨磨蹭蹭地写了封信，让信哥带走了。然后继续纠结要不要把那奶团子从蓝忘机那里要回来，怎么要回来？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。第二天日上三竿，江澄懵逼地睁开眼，看着横七竖八睡了一屋子的少年，被假期蒙蔽的大脑忽然惊醒，今天上课。一时间惊起一屋子死鱼。江澄抱着书，气喘吁吁地到达蓝室，默默道：“都怨魏无羡，变小了也不让人省心。”果不其然，被蓝启人之乎者也的念叨了一炷香时间，江澄却没怎么听进去，眼睛瞟着蓝忘机。魏无羡呢？没跟蓝忘机来？蓝忘机把魏无羡自己扔哪里了？不说会好好照顾的吗？呵，蓝忘机果然不可信。一节课算是熬过去了，江澄正准备去问蓝忘机，忽然几声隐约的犬吠传来。蓝忘机神色一凛，竟是直接跑出去了。蓝启人也跟着出去了。难道？心里突然一紧，魏无羡最是怕狗。蓝忘机果然不可信，急急跟了出去，那犬吠却好像幻觉一般，忽然消失了。谁都没注意到，金子轩神色变了变，也冲了出去。江澄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做梦，或者是眼花了，总之眼前的场景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魏无羡再摸一只狗的头，魏婴，魏无羡这辈子天不怕的不怕，唯一的就是怕狗。江澄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足够他回味一生了。灵犬看到遥遥走来的金子轩，夹着尾巴溜过去了。魏婴，蓝忘机倒是一眼就看到小团子手臂上又新添上的擦伤，快步走过去查看，皱着眉，面色阴沉得很。哥哥，小魏婴怯生生地叫了蓝忘机一声，自己又犯错误了，乱跑什么的，还让这么多人来找他，真的糟透了，总是给别人添麻烦。还疼吗？蓝忘机盯着那几处红肿的擦伤，觉得自己问了句废话。小孩子皮肉薄，伤处格外明显，不知是不是摔的，手掌、手肘各有几处渗血的擦伤，小团子多灾多难的手臂上也擦破了一些。不疼。小团子眨巴眨巴眼睛，想把无意时间阴出的泪水收回去。他原本真的不想哭，可一见到蓝忘机，泪腺就莫名其妙不由他控制了。其实有一点疼的。小魏婴想，但我习惯了，所以不会再哭了。抱歉，魏婴，我又来晚了。蓝忘机很是懊恼地发现，他真的太糟了。明明说过以后要保护他，结果竟然会让人在云深不知处受到伤害。魏婴怕狗，是他无意间知道的。一日在采邑镇除岁，那人被一只巴掌大的小狗吓得躲在江澄身后的样子，他历历在目。为什么会那么怕狗？
蓝忘机曾在那日后想过，仙门子弟有怕蛇的，有怕虫的，却从未听过有人怕狗怕到这种程度，满面虚汗，眼睛都直了，依然是一副吓傻了的样子。魏无羡一向天不怕的不怕，邪祟怨灵通通不在话下，又为什么会怕狗怕到那种地步？想来是一夕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魏无羡的童年是在夷陵的深街陋巷度过。夷陵因乱葬岗的缘故，风水很是不好，周边的小镇几乎都是扎根的本地居民，外人谁都不想去那种破败的地方。可想而知，那种地方的条件将会多差。人们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东西丢给流浪狗？流浪狗不比灵犬，在荒年间恶犬食人事件常有。魏婴会不会，它还那么小，皮肉细嫩，对于恶红眼的狗来说，说不定是一顿美餐。它瘦弱的身躯被凶神恶煞的野狗扑倒在的撕咬着，它大声呼喊，却没有人来救它。所以它自己不顾伤口依旧被犬齿撕裂，挣扎着站起来逃走。蓝忘机不敢再去想魏无羡当时会多害怕，他会有多疼。哥哥，阿英不疼。小团子迎着蓝忘机的目光，发觉少年俊秀的脸上含义更成不觉有些害怕，眼泪滴溜溜的在眼眶里打转，软糯的奶音不自觉的颤抖，仍解释道：阿英，阿英不是故意乱跑的，我以为那只狗狗要咬阿英，它真的怕了。怕什么？它不怕挨揍，不怕被打，它只是怕面前的哥哥生气，觉得他是个坏孩子。可转念一想，到处乱跑惹事的不就是他吗？明明是自己的错，凭什么让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包容他？自己胆小误解了狗狗，凭什么此刻把错误推到狗狗身上？哥哥生气是对的，他的确是个坏孩子，可是他能不能抱有一丝奢望？或许哥哥可以不那么生气，可以原谅他。以后我护你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我在。魏婴，阿英，还疼吗？抱歉，虽然刚认识不久，但他对面前的少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对别人都没有过的感觉，仿佛两人已经认识很久。他下意识的无条件信任他，下意识的觉得那个常常冷着脸的少年是个很好的人。是我胆小，不是狗狗的错，他忽然很着急的为灵犬辩解着，并不仅仅是为灵犬开脱，更多的是不想被讨厌罢了。哥哥，泪水已经充盈到了极致，沉甸甸的压在眼眶上，一张小脸上满是紧张和害怕，鼻尖红红的，眼眶眼角也是通红一片，小手紧紧攥着蓝忘机的衣袖。蓝忘机心口发堵得很。魏婴仍是没能完全信任他，一副生怕自己把他丢掉的小模样。